你有听过 WeWork 这家公司吗？它的主要业务是出租办公室，而 WeWork 居然就靠着这项业务吸引到源源不绝的投资，但随后又在巨额亏损下跌落了神坛。这又是另外一场新创骗局吗？这些投资人到底在想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WeWork 的故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天的主角 WeWork 是一家提供共享办公室的公司。简单来说，就是租下办公大楼，再分租出去的二房东生意。那虽然这个业务听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但创办人亚当·纽曼就有办法说服各大创投公司掏钱投资，让 WeWork 一度成为美国最有价值的新创之一。而成立不到10年之内 ，WeWork 就进驻了大约30个国家，包含了台北信义区也有一栋 WeWork 大楼。刚开幕时呢，还被一些媒体誉为全台最美的办公室。没想到后来却爆出了 WeWork 每年都在大亏损，纽曼的经营方式也备受质疑，导致 WeWork 在一夕之间跌落神坛，而纽曼也被迫离职。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最近纽曼又计划开另外一间公司，而且还是有一些知名的创投公司愿意重金投资。这个亚当·纽曼到底是用什么方法不断的说服别人投资这个感觉没什么特别的公司？而那些老练的投资客又为什么愿意继续投资它呢？进入正题之前，我们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走中奖迈入第4届了，随着规模跟影响力都越来越大，走中奖也力求更好的活动品质。这次我们与健保的 Enroll 合作，设计了一系列的周边商品，希望能够让每一个支持我们的你一起记得2022走中奖的每个精彩瞬间跟回忆。除了黑色与白色的铃铛厅、黑色的走中 T 之外呢，也还有包含了渔夫帽、徽章组、明信片组的限定礼包。此外，为了感谢你的大力支持，我们也会附上一张入场票券，邀请你来到现场一起见证每个创作者的重要时刻。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一起来共襄盛举吧。在以色列出生长大的纽曼，2001年移居美国之后，原本生活过得不太顺遂，大学辍学，几次创业呢也都不太成功。直到他在2010年跟朋友一起创办 WeWork， 他的核心业务非常简单，就是用长期的租约低价的租下办公大楼，重新装潢、隔间之后再分租给个人或企业。但不同于传统的房产业者，他们主打共享办公室的概念，也就是让各行各业的人在同一个空间一起办公，形成一个互相交流、切磋的社群。当时全球的金融危机才过去没有多久，美国的房产景气低迷，一堆办公大楼没有人用，也出现了很多的自由工作者跟新创企业。而 WeWork 的出现不仅能够活用那些闲置的大楼，也能够为自由工作者、中小型新创提供灵活的办公空间。而隔年随着贾博士过世，美国更兴起了扶植新一代创业家的风气。纽曼就这样子靠着他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口才，被追捧为新一代的新创偶像，并且替 WeWork 募到了不少资金。从房产业者到高盛、摩根大通等等的知名创投公司都纷纷掏钱投资，让 WeWork 在成立4年后，估值就达到了100亿美元。有 WeWork 的前员工指出，纽曼是个超级业务员，非常懂得结合灵性跟商业，用各种美好的理念来打动投资者。比如呢，他会说 WeWork 是一家颠覆传统企业，会把工作场所变酷，让人们可以去创造人生，而不只是赚钱谋生。还曾经发豪语说 WeWork 会改变世界。他在面对不同背景的投资客时呢，会丢出不同的策略。有时他会分析 WeWork 在房地产业的潜力，有时则会强调他们是高科技新创，或是实体的社群网络，属于共享经济的一部分等等。虽然一直以来 WeWork 的科技标签都备受质疑，但投资者更在乎的是 WeWork 获利的潜力。而纽曼呢，也总是能够给出很宏大的愿景和漂亮的预估数字来说服他们。而这样的潜力呢，也吸引了曾经靠着投资阿里巴巴在创投界一战成名的日本软银集团社长孙正义。2017年，孙正义一口气投资了44亿美金，让 WeWork 的估值冲到了200亿。而纽曼呢，还透露孙正义很欣赏他，但认为他还不够疯狂，鼓励呢他要让公司的规模成长10倍。之后 WeWork 也开始在全球大扩张哦，到了2019年，他们就拥有了将近500个据点了。同时，这些据点也越来越金碧辉煌。报道形容哦 ，WeWork 的纽约总部宛如办公乐园，有撞球桌啊、游戏机台啊，跟供应各种酒类的水龙头。而其他地方也不遑多让哦，像是台北的 WeWork 刚开幕的时候就提供了多种啤酒喝到饱，之后还找来了世界咖啡冠军驻点。此外呢 ，WeWork 也开始跨足其他的产业，包含了创立 WeLife 提供这个公寓者出租服务和实验小瑞 WeGrow 等等的多项副业。后来呢，更将母公司改为 WeCompany， 凸显出他们进军多元业务的野心。但当然，这些扩张都非常的烧钱，所以呢，也有人质疑这样太冒险了。但纽曼说，他的目标呢，就是要让 WeWork 大到不能倒，不会遵照传统的规则打安全牌。
很多的投资者也认为，只要 WeWork 越扩张，就越有能力跟房东压低租金，并吸引更多的租客上门，创造更大的收益。所以在2019年初，软银还加码投资了20亿美元。2019年 ，WeWork 的估值涨到了将近500亿美元，是全美仅次于 Uber 的最有价值新创。但同时，公司的资金却快烧光了。为了筹钱呢，纽曼决定让 WeWork 公开上市，而这也代表 WeWork 必须要揭露内部的营运状况。结果这个揭露呢，却戳破了 WeWork 的繁荣表象。过去3年间呢，他们的损失就高达了30亿美元。分析指出 ，WeWork 一直没有建立稳定获利的商业模式，虽然收入涨得很快但支出涨得一样快，导致他们越扩张就亏越多，几乎每赚1元就要花掉2元。尽管如此，当时还是有些投资人对 WeWork 抱有信心。高盛集团的 CEO 呢就曾经表示，外界过于关注 WeWork 花大钱扩张这件事情，但他认为 WeWork 的商业模式有真正的业务基础。也有人说，赔钱本来就是新创企业必经的一环，比如推特亚马逊在公开上市的时候也都还在赔钱。不过，随着后来纽曼本人开始言上 ，WeWork 的神话还是破灭了。在 WeWork 公开内部资料之后，许多人开始也质疑纽曼一直在乱花钱，像是报公账买6000万美元的私人飞机，或因为自己爱冲浪就花几百万投资室内造浪厂商等等。甚至呢，还有人质疑他中饱私囊，因为他曾经用个人的名义买下 We Company 的商标，再用590万美元卖回给公司，或是自己呢当 WeWork 房东赚公司几百万元的租金。此外呢，媒体更加码爆出纽曼的生活弥漫，一天到晚呢在飞机上面抽大麻，而且行事风格也很无厘头。有次宣布大裁员之后呢，他居然在公司开喝酒派对，让许多留下来的员工感到作恶。种种的丑闻跟质疑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这场本来万众瞩目的上市计划被无限期的推迟。纽曼也在董事会的压力下，在2019年的9月辞去了 CEO， 而最大股东软银以近100亿美元为代价，掌握实际的营运权之后，马上卖掉各种副业和其他的公司资产来止血，包含了那台要价6000万的飞机。直到去年呢 ，WeWork 才重整上市但原本将近500亿的估值已经跌到剩下90亿。孙正义还说，这次投资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他识人不清，错看了纽曼。不是，那当初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投资 WeWork？ 难道那些投资客通通都识人不清吗？刚刚说过，投资客最在乎的是一家公司的获利潜力，而摩根大通当初之所以会投资，就是认为 WeWork 能够扩大房产业务既有的获利空间，吸引新的客群。许多人看中的还有 WeWork 潜力无穷的生态系。WeWork 计划呢，从租办公空间开始，提供各种加价服务，比如像是商业媒合法律咨询等等。分析指出，WeWork 这种做法呢，是新创觉醒的典型模式，也就是主打某个未开发的新市场来吸引投资者，再用大量的资金撑过赔钱扩张期，直到主宰市场。那有学者认为虽然这些老练的投资人很清楚这种做法风险很高，但他们更害怕的是错过下一个超级新创。而正是这样子高风险高报酬的风投风气呢，让一家新创的愿景越远大，财务预估越灌水，就能够吸引到投资者的目光。也就是说呢，在 WeWork 身上发生的事情是 ，WeWork 成为话题之后拿到了不少的投资，那为了拿到更多的投资，又想尽办法扩张来制造更多的话题，结果就变成烧钱也要扩张，钱烧光了，再用新一轮的投资来补上。但是 WeWork 还没有建立一个稳定获利的模式，就拼命的扩张，所以越亏越多，到上市时一系破灭。在 WeWork 崩盘之后，有些人还是认为纽曼是有2把刷子的。如果 WeWork 不要那么急着上市，或是没有爆出丑闻的话，本来是有机会成功的。而有些创投公司似乎也同意这个想法。前阵子纽曼宣布成立新公司 Flow， 计划提供社区型的居住空间，目标租客呢是远距工作者，并且已经买下了3000间公寓，预计在明年开始营运。而目前 Flow 也已经募到了许多的资金，包含了 Facebook 的初期投资者，知名创投 A16Z 也大手笔投了3.5亿美元。A16Z 表示呢，纽曼是一个很有远见的领导者，称赞他在 WeWork 的成就改变了房地产业，而他们也相信 Flow 能够解决美国人的租屋困境，像是沉重的房贷跟没有温度的居住环境。刚开始我们看到 WeWork 的故事时呢，还想说纽曼到底是多会嘴才能够一直拿到投资，把 WeWork 做得超级大，然后呢还把公司的钱全部都花光。但仔细查完资料之后呢，我们觉得不管是 WeWork 的起或落，或是纽曼本身的影响之外呢，投资风气也是很大的关键。在风险创投里面的风气呢，好像更倾向是豪赌，投资客就算知道 WeWork 在赔钱，还是不断投资，感觉就好像因为 WeWork 已经做起来了，只要他最后成功了，那自己就会是那个眼光独到的伯乐，可以赚进大把的钱，或是他们投
资了100间新创，但只要有1间成长101倍，那他们就会是获利的。那或许他们的判断也有他们的道理哦，但是我们在想，这样豪迈的投资行为，可能也变相鼓励了纽曼在经营上面逐渐的失控，开始不顾收支平衡，更肆无忌惮的扩张，导致亏损更加的严重。不过在 WeWork 崩盘之后，美国创投圈也有在反省这种忽略风险的投资风气，而纽曼也说他学到了很多教训。至于他的新公司 Flow 会重蹈覆辙，或是这次真的会成功吗？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那么如果你是投资客，你会想要再给纽曼一次机会投资他的新公司吗？不会哦，有失败经验借鉴，只觉得他是满嘴空话的骗子，并会考虑觉得他还是蛮有远见的，而且应该学到教训了吧。所以我们先投资哦，看完只觉得他这样子几亿级的烧有够疯。第其他请留言分享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WeWork 的故事。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大片诈骗案以及瑞幸咖啡诈骗局。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